本频道由宝岛阵地边境战场现代战场场地提供。让对手完蛋就用 TBRM BB 弹，说明栏以及置顶留言里面都有购买连结。不知道各位是否记得自己刚接触生存游戏还没买枪的那个时候，对 BB 枪是否有许多的幻想？我这个主打着全民国防之名行玩生存游戏知识的频道，想当初我刚接触生存游戏入坑的时候，就是先从手拉空气狙开始玩起。因为是狙击手，但我又很怕一下场就被当肉吃，所以在下场的前3个月，我是疯狂的在做功课，不管是有关于伪装啦，又或者是说射击技术，以及网络上常常有人说的 HOP 调整的部分，不只是 BB 枪，连真枪的狙击手训练文献呢，我多少还是有瞄一下，而其中一个部分呢，我觉得是有点重要，但是依照下场玩的程度又没那么重要。毕竟狙击手这个职业呢，是需要来无影去无踪的。如果对于真枪事件来说的话，真的是需要做一个弹壳回收的动作。有关于弹壳回收这个动作呢，相信有当过兵的朋友呢，应该都特别有印象。只是狙击手跟一般训练的2个目的差别非常大。对于玩具枪的世界来说，还真的有人做出抛壳的 BB 枪，而且相信各位对于抛壳 BB 枪来说不陌生。但由于就是因为它抛壳功能以及大部分的抛壳枪没有 hold up 的系统，所以许多玩家都不会带有关抛壳的玩具枪下场来跟大家做游玩。而今天呢，我就带这款1战以及2战非常著名的英军老枪里恩菲尔德来给大家开箱做介绍。那整个外盒呢，就是贝尔的风格，牛皮纸盒装的。哇，这个已经超出我的荧幕了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个里恩菲尔德的这个外盒真的是非常的长。我们用皮尺来量呢，长度来到134公分左右。那打开呢，我们看得到它的本体就在这边，并且里面附了6颗弹壳。咱们把本体拿出来，慢慢介绍。这把枪真的太长了，长到超出我的荧幕范围了。哦，有够长的啦！那给大家量一下它的长度大概是多少？好，从这边开始到底呢，大概长度是111公分左右，可能是112。那重量的部分呢，我是在公司测的，大概是落在4.1公斤左右。那至于它重的原因呢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实木枪托以及实木枪身的部分，而它的动力呢也非常简单，是属于手拉弹簧空气动力。那跟一般的手拉空气的差别就在于，一般的 VS 拉的话呢是往后用力，但这个是往前用力，所以它的施力点会有点不一样。那它最大的特色，除了抛壳之外，接下来就是它的弹夹的部分，它是可以取下弹夹来做装填的，又或者是说呢，枪机向后的方式也可以在这边做装填弹夹的动作。那保险呢是在这边，跟 VS 一样往前推才可以压。那往后呢是搬不下去的。那这把枪的好处呢，就是说它有 hold up 系统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就可以调我们所谓的弹道的部分。对于一般的抛壳玩具枪来说，它的精准度我相信会比较高。另外呢，它通用弹壳也就是这个贝尔的 98K 弹壳，是给大家看。那它的弹容量呢？它是负6颗子弹，但实际上它可以使用7加1颗。来，我们装给大家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颗了。8颗可不可以？8颗不行，完全压不下去。那推的时候呢，就这样子多1颗进去。OK。就变成7颗加1颗，基本上呢，它的弹容量呢不会像真枪一样是装10发，但是我觉得7加1已经蛮接近了。外加上它这个实木枪托以及枪身的部分呢，我觉得给它的这个把玩以及收藏的评价可以达到大概9.5分以上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它拆开来，然后看一下它的 HOP 系统是怎么样子，顺便清一下枪管。我相信它的枪管应该没那么干净。
啊，这个啥小，这啥小？这个平的。那它的哈珀皮就是长这样特规的，它的压点就是一个小钢珠，这个小钢珠。那我们家的弟弟呢，就是想说让它的弹道比较稳定一点，所以从那个切条变成双压点的方式去做呈现。基本上我们这个管已经清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组装回去，顺便测一下它的弹道以及机弹性怎么样。Go。我刚刚是瞄这边，那它的落弹点基本上在这边。到底是中一发还是中2发啊？洞这么大这边有中啊，所以它密集程度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密集，因为抛壳枪嘛，所以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。接下来呢，我就是测试它的距离弹道如何。如果它的弹道不行的话，那就不用下场。那主要就是它就主要是收场就好。OK， 现在开始测。32啊，找到一甲，你瞄，找不到了。好，你们好，好的，那经过以上的开箱以及实测下来呢，李恩菲尔德这把抛壳枪有关于外观的部分，第一个它主要是实木，再来呢它是抛壳的，这不用说了吧？对于一些喜欢收藏、偶尔拿起来把玩的一些玩家呢，这把枪真的非常值得买。依照收藏这个部分，我给它的分数打在97分，其实这分数还蛮高的那至于另外的3分呢，就是对于它的弹容量，依照真枪的10发装，它只能一个弹夹装7发，少1颗我就扣1分，所以分数我就给它打在97分。如果是依照收藏的话，其实这把枪我觉得已经是没什么可挑剔的了啦，除非你介意它的弹容量没有像真枪那么多。另外的话就是你会介意它是空气手拉的部分，有关于枪击推拉的部分会有一点卡卡的，这也包含在我扣的3分里面。那至于如果下场玩的话呢，这把枪我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推荐了。在刚才的影片呢，我也有呈现给大家看，它在大概超过15到20公尺左右，它的弹道就会开始乱飘，又或者是说比较不好控制。这个部分呢，我推估下来好像就是对应在弹壳上面，它的 BB 弹是装在它的弹壳里面的。那弹壳它含住 BB 弹的松紧度呢，我觉得会影响到它的弹道射出去碰到哈珀皮，然后造成旋转的那一个瞬间。追根究底，我觉得应该这个因素影响会比较大一点。OK， 那李恩菲尔德介绍完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我1万订阅的 QA 了。那首先是这个观众，他说我自己觉得 AAG 跟 GBB 跟手拉空气的优缺点是什么，适合怎么样的人使用？基本上这个问题呢，相信有许多有关于生存游戏的 YouTuber 有拍过，也有做相对解答。大致上我跟大家用简单的方式说明一下 ，AEG 的优点就是可以撒弹，又或者说它的弹量多。就算是无声弹夹，你一个弹夹可以有60点、70点、120点、140点都有可能。所以依照弹容量来说的话，比 GBB 的弹容量还要多很多。但是玩 AEG 的朋友也要注意啊，如果你没有用电子扳机或者是说防积碳晶片的话，因为忘记那个英文名词是什么，我就叫它防积碳晶片好了。依照现在许多场地的规则是属于单发的状况下，你就要注意你的这个扳机的电闸使用久了造成积碳问题。这个就是我长久玩电枪下来有关于它的优缺点做一个大致上的解答。那往上的部分，它优点就是如果你是喜欢比较拟真一点的人呢，不管是后坐力啊，又或者是弹容量啊，以及它的拆卸操作方式下来呢，我觉得还蛮适合做真的想要做一般训练，又或者是说可以衔接在真枪的握持以及射击技术上面呢，可以做一个衔接的一个工具。那如果你是想要玩真实一点的训
训练又或是真实一点玩法的话，我会非常推荐 GBB。步枪的话，基本上差不多是这样，但手枪的话，它的弹容量会比一般真枪的手枪还要多，蛮多发的。那最后一个是手拉空气的部分呢，我新手的时候就从手拉空气开始玩，它的优点其实非常明显，因为它是手拉空气的，它的动力是来自于弹簧压缩空气，让它发射出去，也就是说它的每次出气量相对会比较稳定一点，所以很多人狙一项都是拿 VS 这种手拉空气动力的，而且它在许多场地上面限速会比较高，有些是规定在160以内，有些规定在170以内，但是依照初速再加上它的 HAP 以及机密管压点都已经去做特别调整的话，很容易达到一发入魂的状态。但是缺点就来了，它容易一发入魂，但是你这个一发没有入魂的话，可能对面就会少一排子弹过来，不一定。再加上现在场地比较注重的是偏向 CQB 的部分，除非是丛林战，不然我不会建议新手一开始就拿手拉空气狙下场。那适合什么样子的人？如果你喜欢一发入魂的人，我会蛮建议，或者是说你懒得动，就也蛮 OK 的。其实要玩手拉狙的朋友呢，要常常去动脑，因为你只有一发的机会，被发现了你就死定了。那手拉空气狙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看看，但它不是唯一，可以先从电枪原厂出速，然后去装个狙镜，试看看你这个适不适合玩狙击。那如果它的半自动方式让你觉得狙击其实也 OK 的话，再回去手拉狙也是可以的。不然就是你喜欢在家打靶之类的，也是可以拿手拉狙，会比较方便。要玩手拉狙之前，请先想好，尤其是新手，拜托请先想好。然后再来的话呢，有人问说可以拍生存游戏店工作感想，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职业。其实生存游戏店也就跟一般的门市销售是一样的。那像我的话，我就是做行销的部分，那行销部分会比较不会那么忙，但是还蛮动脑的。那如果是一般店员的话，你就是要做网拍、结账、补货。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们要会修箱以及做一些升级的动作。那不是要求太多，至少也要说做一点比较简单的，会调 HAP， 会换 HAP 皮，然后枪大部分 AR 跟 AK 就是要会至少大部分解，然后大概抓得出哪些问题。如果你没有玩个1-2年的话，可能会比较有点困扰，就不太知道怎么做。会很神秘吗？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神秘，就只是我们玩的比较多一点，又或是说我们接触的枪款会比较多一点而已。如果是生存游戏玩家又在生存游戏店上班的话，那我们应该就算是职业玩家吧。那我在生存游戏店感想，其实我也觉得蛮突然的。我从新训结束之后就开始买我人生第一把枪，就是 VS 啊，然后开始玩到现在已经，我算一下，2024-2011。我玩生存游戏下来已经有13年了。曾经我在几家枪店上班过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退出之后又会回来，再到枪店上班，我是没有想到的。然后又在枪店里面做行销，这个也是我始料未及的。所以我只能说，人生当中有蛮多东西是你意想不到的，但是机会是真的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如果当初我在广告公司没有去开发我自己的附加价值，或者说我想要拍影片这种东西的话，慢慢走到现在，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在红星这边做行销，一切都是我想要做，然后再去想办法精进，然后再做出来。所以一切我觉得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啦，就是好像我学的，后面过没多久就用到了。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精进。当你有学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生命总是会带给你一些惊喜。在生存游戏枪店上班的感想是这样，可能跟你想听到的不一样，但是我遇到的状况大概是这样。也没想到。OK 啦，那最后一个留言就是可以介绍 SSP5 的影片吗？这位朋友，其实我不是不介绍，只是 SSP5 对我来说觉得有点。一把手枪卖到1万多块，我真的比较没有办法下手，除非那把枪有抓到我的点，就是有我喜欢的点的话，我会有可能会花那1万多块去买。但是 SSP5 好像他没有抓到我要的点，所以我就有机会啦，就是有人要借我开箱的话是 OK， 但是我是不会自己买，我是不会买的。好了 ，OK 啦，那基本上1万订阅留言没有很多，所以3个留言应该就结束，也没有其他留言了。那自频道开播以来到现在已经有1万多订阅了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就是因为有你的支持，才让本频道可以有继续前进的动力。那至于一些酸民呢，也是我成长的动力没错，但是我还是想要跟你们说，干破零你啊！那影片的最后呢，也不要忘记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选择全部通知、按赞以及分享。如果你有任何讯息想要私我的话呢，可以追踪我的IG及FB。好，就这样，我是蛙哥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